索隆等人直接搭上了茶胡子这趟免费列车。茶胡子累得大骂：“你们这群蠢货，快下去！”大家厚着脸皮赖在茶胡子身上，被茶胡子载着赶去了 B 栋。突然，山治脸色大变，用足踏空行窜了出去。达斯奇看着紧闭的闸门，暗自落泪。部下们招呼达斯奇赶快逃跑。这时候，空中俯冲下来一个生物，大家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之前那头呆头呆脑的龙。之前这只龙被打过镇定剂，所以不能飞行，跑起来也很吃力。现在镇静剂过了药劲儿，这只龙突然来了精神，从空中俯冲过来，对着海军们一顿喷火。海军们立刻举起来福枪反击。小火龙速度很快，轻松躲过子弹。达斯奇拔出爱刀，打算和小火龙拼一下子。这时候，小火龙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，惊了一下，迅速飞走。达斯奇一头雾水，前方的海军们一阵欢呼，有强力的援军来了，中将来救我们了。达斯奇愣了一下，看到人群分开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影，达斯奇随即感觉一种直冲头顶的惊悚感。维尔哥！其他的海军们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，一边欢呼一边夹道欢迎。有了斯摩格和威尔哥这两个真有海军支部的最高战斗力，这下子拿下凯撒，逃出庞克哈萨德有希望了。达斯奇突然尖叫一声：“大家快跑！”然而威尔哥根本没有给众人逃跑的机会，出手急如风，瞬间几个纸枪发出，干倒了几名海军。其他海军都懵了，难道这是什么奇怪的体罚吗？不过这体罚也太狠了吧，直接要人命啊！其他海军围过去阻止，威尔哥面无表情，过来一个杀一个，过来两个杀一双，直到两个手指都沾满了鲜血。达斯奇大吼一声，拔刀冲过去。威尔哥用武装色挡下达斯奇一刀，一拳将达斯奇锤翻。海军们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人是威尔哥中将，在他们印象中，威尔哥是一个袒护属下、保护百姓、为人很可靠的仁义上司，怎么可能是这种冷血杀手呢？大家纷纷拿起刀枪进行反抗。威尔哥躲开众人的攻击，随即就用纸枪大开杀戒。很快，这里的这伍士兵们全部被威尔哥干倒。达斯奇趴在地上，吓得根本动也不敢动，心里默默地呼唤斯莫格中将。威尔哥走到达斯奇身后，伸出手指准备下杀手。危急时刻，山治从空中窜出来，一脚将威尔哥踢翻在地。这时警报再次响起， A 栋走廊连接 B 栋的闸门即将关上。海军们一边逃走一边回头研究，黑族这小子是海贼啊，为什么要帮他们？山治狠狠瞪着威尔哥，沉声道：“伤害女性的混蛋家伙，需要好好教他们一些礼仪。”威尔哥冲上前和山治对招，山治一招恶魔风脚将威尔哥钉在墙上。威尔哥把脑袋从墙里拔出来，面无表情，身上没有受到一点伤害。达斯奇和一部分海军想留下来帮山治一把，山治回头大吼：“赶紧逃命，愣着等死吗？”这时 A 栋的出口闸门慢慢开启，肉眼可见的大量紫色毒气涌进走廊。海军们这下害怕了，赶快转身逃命。威尔哥冲过来和山治对角，脚上功夫是山治最擅长的近身体术，然而和威尔哥对踢的过程中却略微占下风，被威尔哥一脚踢成骨裂。海军站在 B 栋那边不断的呼唤山治跑过去，眼看闸门就要关上了，大量毒气涌了过来，再不跑可就没命了。凯撒从监控中看到了威尔哥虐杀这股海兵的画面，气不打一处。本来这些海兵是特意留下来作为展示死亡国度杀伤力的重要试验品，这下子全被威尔哥干掉了，还展示个屁呀！凯撒气得浑身发抖，下令将通向 B 栋的走廊封死，然后把死亡国度释放进去，连同威尔哥一起干掉，直播给世界各地看。路飞由 B 栋中央的环形楼梯一路狂飙，跑的鞋底都要烧了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而斯摩格轻飘飘化成一股烟就超过了路飞。二人在凯撒的实验室前汇合，斯摩格想找威尔哥算账，而路飞的目标是凯撒。二人事先商量好，谁也不可以干涉谁。斯摩格按了凯撒实验室的门禁开关，闸门拉开后，路飞一眼就看到了凯撒，冲进去就是一拳头。斯摩格一看没有威尔哥，转身化成烟飞了出去，去搜寻威尔哥。凯撒点燃两个火折子，用瓦斯将火焰引爆攻击路飞，路飞转身跳开，火焰将路飞包围在中间。凯撒很不解，无缘无故的草帽为啥总是针对他？路飞直白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把你绑架就会发生有趣的事情。”凯撒撇了撇嘴，看来草帽是和罗那小子联手了。他警告路飞，罗那个家伙不可信，跟他结盟你就等着被出卖吧。路飞一拳打过来，凯撒使出悟空世界，瞬间抽空了路飞身边的空气。路飞发现无法呼吸后，立刻向后翻了几步，来到了有氧气的地方，大概了解到了凯撒这一招的使用范围。路飞便开启二档模式，凯撒冲过来准备与路飞近身战，路飞一招喷气手枪将凯撒直接击飞。凯撒咬紧牙化成瓦斯冲过来，再次抽空了路飞的氧气，接着用氧气铸成一把青岩剑。凯撒把剑一挥，火焰喷射出来，将路飞团团围住。就算是毒气对路飞没有用，凯撒有其他办法对付路飞，那就是瓦斯果实的能力。
可以任意的操控气体。不过对路飞来说，最棘手的还是抽空氧气那招。凯撒拿着一把青烟剑冲过来，拿着响板对着路飞拍下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路飞被炸了下来。好在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路飞被凯撒逼得急了，一掌将凯撒踢过去，拉开双方距离，得到机会喘了口气。该死的霸气使用者！凯撒揉了揉被踢痛的肚子，拿着火折子。对于自己的实力，凯撒还是很自信的。不论路飞有多强大，他都不可能抓住自己。只要抽取氧气，对方立刻归西。凯撒一边不断的抽取路飞身边的氧气，一边用爆炸和火焰不断的攻击，搞得路飞十分疲惫。凯撒告诉路飞，现在只有2条路可以选，要么夹着尾巴逃走，要么被烧死。不过烧死路飞并不是凯撒的本意，向新世界的那些黑暗世界大佬展示死亡国度才是凯撒想要做的事情。凯撒双手紧握拳头，燃烧的火焰瞬间熄灭。路飞也由于窒息而陷入痛苦，但是他并没有认怂，憋足了气开启2档，一个头锤打过去，接着闪现到了凯撒身后。既然不能呼吸，就一把把凯撒干掉就可以了。路飞瞄准凯撒，用出武装色机枪乱打。这一招如果正面打中凯撒身上，一定会就地将凯撒打成粉碎性骨折。路飞以为自己要得手的时候，一个由血堆成的墙壁将凯撒包裹起来，扛住了路飞的攻击。雪女鸟人莫奈站出来替凯撒出战，凯撒借由莫奈的掩护，化成一缕青烟溜了。路飞想要去追，莫奈却用自己的爪子抓住了路飞的肩膀，把他困住。如果凯撒在路飞的手里有什么损失，那作为助手的莫奈就有可能要被明哥给杀掉了。威尔哥和山治对踢了几脚之后，威尔哥用武装四硬化的拳头对着山治狠狠一拳。突然，研究所警报大作，监控室的士兵通报，王下七武海螺已经入侵到了 SAD 制造室。威尔哥一听，丢下山治，以最快的跃步冲向 B 栋，向罗的方向赶去。罗的目的很危险啊！威尔哥溜了，山治本来也可以在闸门关闭的最后一刻逃走，但是他瞥见了受伤躺在地上的海军，犹豫了一下。就在这一刻，通往 B 栋的闸门轰隆一声完全封闭，将山治困住了走廊中。毒气很快就会将走廊充满。这边的海军一边砸门，一边呼喊黑族的名字。虽然众人的上面传来一阵很有活力的声音，山治扛着2个海军从上空跳了下来，得意的靠近达斯奇。海军们看到山治安然无恙的逃了出来，情不自禁的为他欢呼。山治怒吼一声：“闭嘴！我只接受美女的声援。”不过山治对这件事也很好奇，那个叫威尔哥的不是这帮流氓海军的上司吗？干嘛要残杀自己人？这屋的海军们坚信那是冒牌货，真正的威尔哥是绝对不会那样对自己属下的。唯一知道真相的达斯奇犹豫了一下，想起那个平日里那个待人如己的威尔哥，低声说道：“没错，那就是冒牌货。威尔哥中将是不会做出那种事的。”罗入侵 SAD 制造室的事很快传到了明哥那里，在距离庞克哈萨德不远的德雷斯罗萨，明哥联系了威尔哥，下达了诛杀令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罗的背叛已经是实锤了，而且罗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干掉凯撒。凯撒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如何制造 SAD 的人，凯撒被干掉意味着多放了明哥的生意也要大受影响。为了避免这种恶劣事情发生，只能先把罗做掉。突然，一个女杀手从某个房间中冲出来，她的身体可以变出任何武器，看起来她似乎和多弗朗明哥有着深仇大恨。明哥有能力将女孩控住，用电话虫警告凯撒和莫奈要特别小心草帽，这小子恐怕比罗还要棘手。路飞就站在莫奈的面前，听莫奈和明哥讲完电话，转身去找凯撒。他不管多弗朗明哥是有什么目的，反正绑架凯撒是他自己的目的。莫奈用出暴风雪招式将路飞困住。莫奈是吃了血血果实的能力者，可以任意操控雪。他利用能力让整个房间下了厚厚的雪之后，又驱动雪将路飞困住。路飞挣开雪的束缚，一拳打向莫奈。莫奈利用雪分身逃走，从路飞身后出现后，用鸟爪子抓向路飞。路飞躲到一边，莫奈用出雪笼子将路飞关在里面。路飞2档后几拳就把笼子打破。论起实力，莫奈是打不过路飞的。但是莫奈的使命是将路飞困住，只要不让他去找凯撒的麻烦就可以了。路飞自信自己可以打败莫奈，但莫奈很有自知之明，他不认为自己能打得过路飞，但是只要用一些手段将他拖住，目的就达成了。莫奈堆了10层的雪雾将路飞困住，然后突然出现在路飞身边，将路飞抱在自己的翅膀中。莫奈身上的寒气很快侵入到路飞体内，任路飞再怎么猛，面对着极寒的寒气，路飞也无力反抗。这样下去的话，心脏很快会停止跳跃，路飞很可能就这样被冻死。周围的雪越来越深，路飞也感觉眼皮越来越重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莫奈轻轻道了一声晚安，路飞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弥留之际，路飞的脑海中突然响起索隆的一声怒吼：“给我振作起来！新世界才刚刚开始！”路飞一个机灵跳起来，抓住莫奈肩膀，一招喷气毛枪直接将地板戳了个洞。前一秒路飞还很嘚瑟，后一秒直接坠到了地下。那里是通往地下深处垃圾场的管道，不会飞的人根本上不来。莫娜哈哈一笑，没想到自己没干掉路飞，路飞却自取灭亡。路飞沿着光滑的管道一路下坠，滑落很久很久，最后掉到了一个废墟之中。另一边，威尔哥行动十分迅速，
在罗准备毁坏 SAD 制造室的前几秒赶到了地洞。虽然一把捏爆罗的心脏很容易，但是威尔哥不想让罗这么痛快的结束性命，他要一点点的折磨罗，让他想起来自己的恐怖。威尔哥对自己很自信，在他的眼中，罗永远是那个没长大的小鬼。威尔哥拿着自己的竹竿，搭配武装色霸气后，对着罗的脑袋狠狠地敲了下去，接着一个连招将罗打翻在地。罗爬起身来想还击，威尔哥直接狠捏罗的心脏，罗痛苦难忍。趁威尔哥不注意，一招入目将心脏召唤回来，但威尔哥上前一脚将罗踢翻，将心脏重新抢到手里。威尔哥走上前，用武装色的拳头对罗狠揍。罗双手给威尔哥比了个赞，用出心脉休克，一招击中威尔哥的脑袋。然后威尔哥毛事没有，手指一用力，罗的心脏几乎就要被捏爆。罗痛苦的大声惨叫。突然，威尔哥放错了力道，让罗有了缓口气的机会。在威尔哥的身后，斯莫格提着尸首站在那里。海贼威尔哥，你这个垃圾，就让我来收拾吧。索隆一行人乘坐免费公交插胡子，舒舒服服赶路。小火龙飞过来追众人，时不时的表演一下即兴喷火节目。除了安然躺在插胡子背上休息的索隆，大家都很害怕。最终，乌索普和娜美一致决定将年龄最大的布鲁克推出去喂龙。小火龙飞过来，刚要吃掉布鲁克，闻了闻，然后轻叹了一口气，失望的飞走了，这让布鲁克大伤自尊。小火龙指着索隆一行人不断的喷火，导致壁洞内一片火海。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，这里到处都是油罐，如果火焰将油罐引爆的话，事情就会变得十分麻烦。外墙会被炸开，毒气瞬间就会涌进壁洞。娜美和乌索普、罗宾联手将罗从空中击落，布鲁克与警卫们冲上前补刀，成功将龙干掉。面对倒地不起的小火龙，警卫们像是看到杀父仇人一般冲过去，恶狠狠地猛踢龙的后背，仇恨程度让布鲁克十分惊讶。壁洞瓦斯飞船升降场，黑头发的小女孩不对着砸门，呼喊着要出去。士兵们围在小女孩身边，劝说小女孩回到饼干屋里享用糖果。在黑头发小女孩的眼中，眼前这些人好像是怪物一般。正巧乔巴路过，重力强化后一拳将3个守卫打倒，接着给黑头发小女孩注射了镇静剂。小女孩冷静下来，药效暂时被控制住了。乔巴让小女孩带着她去找其他的小孩，小女孩点点头，带着乔巴向饼干屋奔去。二人抄近路走到了其他孩子前面，在半路上把通向饼干屋的大门锁死，将这些药瘾上头的孩子们拦截住。孩子们在门的一边疯狂砸门，很快这块大铁门就被砸歪，看样子随时都会被砸开。乔巴让黑头发小女孩回到饼干屋把糖果处理掉。小女孩刚转头离开，外面的孩子们就砸破了铁门，冲了进来。为了拦住孩子们，乔巴吞下蓝波球，变成巨型驯鹿，挡在路中间，任凭孩子们殴打。这一幕更好被路过的娜美等人撞见，乔巴被打得伤痕累累，蓝波球效果也失去。娜美一行人及时赶到，抱起乔巴跑过去阻止孩子们。黑头发的小女孩独自一个人抱着糖果向饼干屋后门逃去，一群暴走的孩子们在后面追着小女孩，眼看就要到后门了，突然一阵暴风雪袭来。玄女莫奈将后门用风雪堵住，然后来到黑发小女孩的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把糖果分给大家吧，一个人独吞可不好。”我是谢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